在台湾，一个东西很有 CP 值，我们会叫它俗够好用。刮胡刀也有俗够好用，电动刮胡刀很贵，合刀的刀片更贵。那么使用第一刀片的安全刮胡刀，的确是俗够好用，刀片超便宜，刮得超干净 ，CP 值爆表。次これなんかもいいんじゃない？おお、いつもより高く飛べる。おお、生かす。但是第一刀片就是王道吗？其实还有另一种刀片可以分分钟完爆第一刀片，它的 CP 值是第一刀片的2倍，它不是俗够好用，它是俗够好用 Plus。这个刀片就是剑刀片。很多人会改用第一刀片，价格是原因之一。以终端价位的 Extra SP 来说，100片刀片通常在10美元300台币左右，一片刀片只要3块钱台币。相比于一个刀片要100块以上的合刀来说，第一刀片真的是有够俗，俗到有寸。卷刀片的种类也很多，但是可以拿来刮胡子的就只有那几种。目前公认最好用的卷刀片只有这一款 Persona PTFE。我们直接用最好用的卷刀片来对比价格。100片卷刀片在 Kana Shaving 卖14英镑552台币，也就是一片 5.5 元台币。我从来不觉得卷刀片很难买啦，网站上按几下就可以帮你直送台湾，跟你在虾皮、淘宝买东西一样意思。我在虾皮买东西满99免运哦。好啦，让你6%啦，加上运费从英国寄台湾，卷刀片一片大约7元台币，也就是说卷刀片的价格是第一刀片的2倍。不过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价格还要加上使用寿命才是真正的使用成本，不然3块钱的刀片只能用一次，那也没多便宜啊。以大部分的使用状况来说，一片第一刀片大约可以用5次，但是卷刀片却可以用20次以上，使用寿命却是第一刀片的4倍。卷刀片的使用成本只有第一刀片的1/2，它比第一刀片便宜1半啊！它不是俗到有寸，是俗到痛口，俗到靠背。好啦，我知道它很便宜了，那它好用吗？第一刀片最大的问题就是软，太软会引起刀片震颤，在不知不觉中刮伤你。卷刀片好用的第一个优点，硬，把第一刀片折弯很简单，但是要把卷刀片掰弯哦，阿婆啊生囝真拼。第一刀片的厚度是 0.1 mm， 卷刀片的厚度是它的2倍多 0.23 mm。 更厚的刀片就是更硬，刀片刚性更强，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刀片震颤。卷刀片的第2个优点，滑。你从它的名字 Persona PTFE 就可以知道，这个刀片有 PTFE 涂层。你没听过 PTFE 很正常，但是你一定有听过铁氟龙，对吧？ PTFE 就是铁氟龙。铁氟龙的特点是摩擦系数超低，把它用在刀片上，刮起来就会超级滑、超级顺，刀片也会更耐磨、更好清洗。像是 Vasca、Gillette Silver Blue、黑盒子的 Wilkinson Sword， 这些第一刀片都有铁氟龙涂层，非常好用。Persona PTFE 也有铁氟龙，没咧臭单，用过都说赞。卷刀片的第3个优点就是它够小。你可能以为这个刀片很大张，我们拿它跟第一刀片对比一下，是不是一样大？卷刀片还更小一点哦。卷刀片跟第一刀片用起来一样灵活，一样溜俩，价格便宜，寿命长，又滑又好用。这样有没有颠覆你对卷刀片的看法？它还从根本上解决刀片震颤的问题，这才是真正俗够好用，俗够好用 Plus。举个例子 ，One Blade Hybrid 这把刀从设计上来看，毫无疑问是一把好刀，但错就错在配上 Fader FHS10这个烂刀片，又贵又难用，还短命，分数只有53。但是，一旦把 One Blade 装上卷刀片，分数立马从53变83，烂刀变神刀，好刀片就是差这么多。
僕は2だから初代モデルから全部持ってるがね。生かすなそれ。那么这么好用的刀片要去哪里买呢？康纳 Shaving 是最多人推荐的，价格便宜又有跨国寄售。Razor Blade Company 价格也可以，没有信用卡的赶快去办一张啦。买的时候掐机名，编号620178才是我们说的 Persona PTFE 刀片，编号620165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，只不过挂的是别的牌子罢了。包装上有注明3重研磨 Three Facet Edge 才是刮胡子用的刀片，没写的是拿来刮油漆的，不要买错了。OK， 刀片有了，好马配好鞍，你还需要一个好刀架。卷刮胡刀比较小众，能用的刀架不多。如果老刀不算的话，新的卷刀架不到10款。Wolfman WR3、Phoenix Starling V2、Rockno SEG， 还有今天要推荐你的 Breakland Saber。会推荐 Saber 的理由是他干了别人不敢干的事情，他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设计。这个设计就是在顶盖上做出贯穿刀片的螺柱 Slim Post。真笑欸，这个不是到处都有吗？我的刮胡刀也有啊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这东西在第一刀架上很常见，但是在卷刀架没有人这么干。我们比较一下2张刀片，第一刀片中间的开孔是圆的，尺寸比较大。这个孔原本就是为了刮胡刀专门设计的，但是卷刀片不同，中间的开孔很小，而且它不是圆形，是圆角矩形。如果你要用螺柱穿过它，这根螺柱的直径就会跟牙签一样细。面对这个问题，其他的刮胡刀都装作没看到。老剑是在后面设计一个铰链，像盖子一样从四周围固定。Wolfman 跟 Phoenix 是绕过刀片，把螺柱做在刀片后面，打不过就不要硬干嘛。ATT G1 这个就很有意思咯，它用一个像钩子一样的零件穿过刀片勾住顶盖，反向思考，另类的穿过刀片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有创意哦，不过这个零件小，容易掉，安装上也比较麻烦。螺柱太粗，就把太粗的部分削掉，这样不就过得去了吗？人才，不过代志无讲人想的这么简单。Saber 的螺柱宽度只有 1.95 mm， 说数字你可能没概念哦。我们拿10元硬币对比一下，这个螺柱只有一个硬币这么厚啊！以前制作刮胡刀的材质都太软，直到最近不锈钢刮胡刀出现，用整根实心的不锈钢下去 CNC， 这根螺柱才能做得又薄又硬，在你反复拆装、反复摧残之下才不会断。还有3件式的刮胡刀手柄是旋转进去的，你可以想象把一个长方形转进圆形，没哈啦。但是 Saber 不但可以把长方形转进圆形，它也让这个特规的螺柱上面有标准螺纹。Saber 的螺纹是 M5 100.8， 市面上绝大部分的手柄都能装。不过这样搞哦，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看起来就怪怪的啊。还真的有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好装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把长方形转进圆形，就是很容易错位，就是很容易歪。如果它不是不锈钢，应该一下子就滑牙了。Breakland 官网有教如何组装这把刀，把刀倒过来装。说实在的，没鸟用啦，会错位还是会错位，还是很难装啦。我组装失败几次以后，刮胡之神看不下去，托梦给我，他教我一种新的装法，1秒就可以装好，而且永远不会出错。第一步，面对刮胡刀，让螺柱跟手柄的中心线对齐。第二步，转到侧面，再检查一次中心线有没有对齐。第三步，把手柄转上去。
这样就完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100%对齐，绝对不会出错。只要检查正面跟侧面的中心线，不管什么歪钩起刷的刮胡刀，1秒就 OK。你手上的刮胡刀也能这样装，刮胡之神教的，试试看吧。自从 Saber 打通罗柱这个任督二脉以后，一里通万里退，另一种每次都要从旁边绕过去的刀片 AC 刀片也能从中间穿过去了。刀头世界最小的 AC 刀架 Blackland Vector 就诞生了。其实呢，你手边的第一刮胡刀也要把螺柱左右削掉，像 Rockwell 6S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搞哦，估计他自己也知道啦，不削掉一点，自己家奇葩的 Rockwell 刀片就会卡到啦。干嘛一定要从刀片中间穿过去？从旁边绕过去也可以啊。内行看门道，这样做优点大于缺点。一，刀头尺寸可以缩小，如果从旁边绕过去，手柄的连接点就会在刀片外面，这样一来，刀头会变超大。这个颜值你能接受吗？我是包不落啦。Saber 的刀头就很小。我们把它跟第一安全刮胡刀对比一下 ，Saber 的刀头更小哦，有没有？小刀头就是灵活，就是好用。没体验过小刀头的，请买一支 Leaf Twig 来用用看，世界好用。第二，从刀片中间穿过去，就代表中间有固定点，刀片怎么跑都跑不掉。就算是孙悟空被锁住琵琶骨，要走嘛没路通走。第三，这是最被人忽略的一点，螺柱下面接的就是手柄，从刀片中间穿过，代表手柄位置在刀片中间。手柄至中，整把刀的重心才是对的。手柄至中，手柄跟刀片边缘的距离会缩短，杠杆比较短，刀片给你的反馈会更直接。你可以拿一支笔试试看。握近一点跟握远一点，是不是握近一点更敏感？你就更能监控调整刮胡刀上面的压力。所以有这么多优点，还不赶快买一支？哈哈哈哈。Saber 的设计2个字：极简，简单、干净、耐看。这个设计放在几年后来看，也不会有过时的感觉。它总是会让我想起那一句 "Less is more"。刀头有依照刀片的外形挖出凹槽，刀片就像嵌进去一样，严丝合缝，非常的整。横向的老虎纹深度够深，够防滑，而且正确的坐在重心上。手柄上方的凸起，靠顶盖握住手柄前端的时候，还能帮助手指定位。Less is more 不够，再加一句 Phone Follow Function。3件式的结构不会有老件、弹簧老化、活动处磨损、容易卡垢的问题。一刀传3代，人走刀还在，就是不会坏。来把布一个好玩的哦，你知道 Saber 军刀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？军刀怎么看都不像啊。我猜啦 ，Saber 的军刀不是这个军刀。Blackland 的老板应该是军事迷。它很多产品都是用军机来命名，比如说 Blackbird 就是黑鸟侦察机 SR-71， Osprey 就是 V-22 鱼鹰机，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 Saber 就是 F-86 军刀机。哎呦，味道一下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 Saber 有机加工跟抛光2种可以选，我不喜欢抛光，因为抛光以后精度多少会有点不一样。而且抛光的表面有划痕会很明显，还有就是抛光的比较贵啦。选 Saber 的机加工款，这种特殊的加工图案，在别的刮胡刀是看不到的。官网说这个图案需要刻意的 CNC 编程，是故意做出来的。我来翻译一下哦。这个哦，凊彩撇撇的啦，安怎有水无？林北技术赞哦。连 Blackland 的老板都说，抛光这把刀是一种耻辱。笑丢，真笑丢。
Saber 有2个底板，它是卷里面少见的可调刮胡刀。一般换底板只会改变刀片间隙，但是 Saber 这2个底板护杆的长度也不一样。来看 Level 1底板，刀片间隙官方数值 0.6 mm， 我实际测量是 0.67 mm， 0.67 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数值。刀片角度26度，接近黄金角度30度，刀片露出很少，只有正向的 0.078 mm。这么小的刀片露出，理论上应该没什么刀片感，但是这把刀的刀片跨度很大，皮肤容易陷进去，刀片感就会被放大。所以 Level 1底板用起来温和，带有一点点刀片感。Level 2底板刀片间隙比较大，实际测量 0.9 mm， 跟官方的数值一样，刀片露出也有增加，但是很意外哦， 0.09 mm， 没差很多。刀片角度也差不多，没超过27度。整体来看，刮胡子的效率跟刀片感都有增加，但增加的幅度不大。讲这些数字你可能无法理解，我们来对比官网的数值。Level 2底板在效率跟刀片感上都比 Level 1来得强，但是都只增加一点点，还保留原本温和的调性。如果我们把凶残的 Break Bird 加进来看Break Bird 就是效率第一，其他舒不舒服什么的都不重要。Saber 刮胡子的效率没那么高，不过用起来更光滑、更舒适。整把刀连刀片重量实测109克，不过拿在手上的手感很重哦，比磅秤上面的数字更重。比较重的重量可以增加切割力，对温和的刀有正向帮助。以往我们刮胡子会特别注意刀片角度，角度对了，刮起来才会舒服又干净。但是要一直注意角度，你不累吗？偶尔也想偷懒一下啊。Saber 就是这种偷懒刀，它原本的设计概念就是新手拿起来就能刮，闭着眼睛也会刮的简单刮胡刀。不过我觉得这只讲对了一半，它可以用的范围很大是真的，但是不同角度的感受不同也是真的。我们先靠顶盖 right in the cap， 卷刮胡刀有个特色，直接把这个面贴在脸上就可以了，感觉很防呆哦，有没有？理论上这样刀片角度也很小，是很理想的切割方式。但是 Saber 的顶盖边缘做的比较厚，刀片会被推离皮肤表面，这样虽然是比较安全啦，但是刀片就会切到胡子中间，你就会有拉扯的感觉。这种大面积的平面有另一个缺点，它会产生吸力，会让你有刀头被粘住滑不动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要靠顶盖 right in the cap， 对顶盖施加一点压力，把顶盖压进皮肤是一种做法，这样可以把离开皮肤表面的刀片推回去，胡子就不会被拉扯。不过我会建议你另一种做法，把手柄转一点点，让顶盖的后端稍微离开皮肤，这样你就可以贴到刀片的侧面。这把刀的刀片跨度很大，刀片侧面露出来比较多，很容易找。这样做也可以切到胡子的底部，不会拉扯，也不会有刮胡刀被粘住的感觉。继续往下走，中性角度 natural angle。 虽然 Saber 的刀片露出不多，但是因为刀片跨度大，皮肤很容易被压进刀头，在这个角度你会有刀片感。手柄再继续往下转，靠护杆 right in the gut。 Bingo， 这就是 Saber 最舒服的角度，刀片感没了，而且会变得超级光滑，超级滑顺。在中性角度的时候，刀片角度是26度，靠护杆 right in the gut 就是黄金刀片角度30度，这就是 Saber 预设的使用角度。你把手握在防滑纹路，把它靠近脸，它自然就是这个角度。这种什么角度都能刮的刮胡刀有什么好处呢？像是脖子跟下巴交界处这一块，这里的弧度很大，老鸟在刮这一块会刻意的转动刮胡刀，让刀片保持同样的角度。 Saber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，不管你弧度怎么变，它什么角度都能刮。不过你要注意哦，如果太开心，刀片角度太大，你的刀片用没几次就会变钝。
啊，你把补了这么多，这把刀都没有缺点吗？是有啦，原本我对他的表现都很满意，直到有一天换了一张新刀片，突然间刀片变得很粗糙，而且刮完以后皮肤会刺痛。这张刀片放在 One Blade 之类，刀片露出是负向的刮胡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是 Saber 的刀片露出是正向的，刀片的好坏马上就会被凸显。你有看上一集一定猜到了，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粗糙的刀片变好用。除了之前说的软木塞、剧本乙烯、牛仔裤以外，其实我还暗砍了一招 Palm Strap。Palm 不是 PDA， 是手掌。老梗啦。Palm Strap 就是把刀片放在手掌上 Strap。你也许有看过 Barber 的师傅用直式剃刀这么做。这个方法不需要工具，有手就行。剑刀片有个握把，刀片又硬，很适合做 Palm Strap。手掌摊开，我会利用小鱼际这个位置，而不是用掌心。小鱼际的表面比较平坦，而且肉比较厚，比较安全。Strap 的时候注意，刀片是平贴在手上的，不要有角度哦。慢慢来比较快，心急你就偶一了。Palm Strap 的优点是手对刀片的感受非常直接，从粗糙变光滑的手感非常明显。做个10到20圈，你就会感觉到刀片有明显的变化。别小看这个动作哦 ，Strap 完的刀片会有飞的那么锋利 ，Gillette Silver Blue 那么光滑，但是又像 Derby 那么温和，太离谱了！它就是这么神奇，我甚至觉得以后都不需要第一刀片了。卷刀片是最被低估的刀片，好用的卷只有一种，但是这一种一出手就是王炸。以前我觉得有旋转头的刮胡刀比较好用，旋转头不管怎么刮，刀片都会回到正确的角度上。但是后来发现，要刮得干净、刮得舒服，刀片的角度不能是固定的。顺刮、侧刮、逆刮的刀片角度是不同的，每次都会转回同一个角度的旋转头，在这里反而变成缺点。我也突然理解为什么旋转头的刮胡刀用没几次就会开始拉扯，有刀片感。除了刀片变钝以外，这也跟刀片角度太大有关。Saber 什么角度都能用，而且可以自己调整刀片角度，新手不会用也能刮，老鸟很会用更能刮。他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什么叫好用的刮胡刀。再来，有旋转头的刮胡刀通常刀头会比较大，刀头大虽然可以分散压力，但是这也代表它在角落会不够灵活，大刀头也很难抓到刀片的落点，你会不知道刀片在哪里。 Saber 就反过来了，它的刀头设计就像把刀片直接放大，刀头的尖端就是刀片的尖端，你很容易抓到刀片的落点，用起来会有一种直接的爽快感。那也叫好用。再加上 Saber 几乎不会刮伤的特性，好用程度17分。接触面积这么小，用起来舒服吗？这我们就要讲到 Saber 另外一个特点，滑顺。这种滑顺的感觉一部分来自于护感。我们知道轮子能向前滚动，是因为圆弧的边缘可以降低摩擦力。就算轮子做成三角形，只要这个边不是直线，它就能向前滚动。相反的，这个接触面如果曲率很低，低到跟平面一样，用起来就会黏住，滑不动。Saber 的护感虽然小，但是非常的圆。比较小的圆，皮肤跟护感接触的曲率会更高，在脸上就会很滑顺。虽然滚动跟滑动不一样啦，我不是李永乐老师，你懂我的意思就好了。除了护感 ，Saber 滑顺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刀片。很多人都忘了，刀片也是刮胡刀跟皮肤的接触点。刀片跟皮肤接触就会产生刀片感。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刀片感的人。用第一刀片的时候，那种细细尖尖像一根针抵在脸上的感觉非常不舒服。
我都会靠护杆还是靠顶盖来逃避这种感觉。但是 Jen 就不一样了。来，这个人是谁？古天乐？不对，他是杨过。杨过背的那一把是玄铁重剑，重剑如风，大巧不工。剑刀片给我的感觉就是玄铁重剑，刀片很厚重，但是感觉就像没有刀锋。刀片的边缘很圆滑，甚至会有刀片很钝的错觉。这种刀片放在脸上，你甚至会享受这种刀片感。最值得说的是刮完胡子皮肤的感受。你用第一刀片刮完胡子，会不会有一种皮肤被敲掉一层的感觉？我会耶，说好听一点是去角质啊，但是天天去角质，会痛呢。如果换成比较硬，不会刀片震颤的刀片，它只会刮胡子，不伤皮肤，刮完只有舒服2个字。Saber 的舒适度很棒，我给17分。要刮得干净，我们以前只会考虑刀片够不够力，不够锋利，胡子就会被拉扯，刀片会被卡住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会拉扯、会卡住，跟刀片太软会变形也有关。第一刀片就像拿美工刀砍树，刀片变形就会卡住。剑刀片就像拿斧头砍树，不要啰里吧嗦，干就完了。第一刀片就像骑摩托车，撞到墙壁就会停下来。剑刀片就像开拖拉库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咔咔咔一顿刮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这种砍瓜切菜的感觉非常的爽。它之所以能这么嚣张，就是因为刀片硬不会变形，再加上这把刀重量重，就会像拖拉库一样冲过去停不下来。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你不用怀疑它刮不干净。不过也因为刀片硬，它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，前面有什么凹凸不平的东西，它都会把它抹平。我的确有被这把刀刮伤过，在嘴角的位置有个凸起，就中招了。如果你想要试试被图拉库撞到的感觉，就在它前面放青春痘之类凸起来的东西试试看，它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刮得干净。不过总体来看 Saber 还是温和的啦，剔净度13分。Saber 用起来很简单，甚至简单到有点无聊，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安心感。刀片稳定，很好控制，没有那种必须小心翼翼，一不小心就被刮伤的刺激感。刀片稳定的副作用呢，就是这把刀的声音很小，你还是可以听到胡渣被刮掉的声音，但是比起其他刮胡刀要小声很多。要声音很大才会高潮的小伙伴应该会失望。Saber 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会给你一种错觉，你会感觉在用直式剃刀，刀片感很厚重很直接，但是跟皮肤接触又很温和。它有梯形剃刀的方便，又有直式剃刀的爽快感，这种冲突的感觉在 D1 上是感受不到的。再加上它可以 punch track 客制化刀片，还有保留不同刀片角度可以玩的份上，好不好玩这方面给它16分。做工材质，同样 Breakland 生产的 Breakbird 之前给它7分。Saber 一样是303不锈钢，一样5轴 CNC， 不过表面有刻意编成 CNC 出来的图案，这点多加1分。做工材质8分。最后的加分项，除了30天免费退货、终身保固以外， Saber 有剑刮胡刀少见的可调底板，它还有前无古人、业界创新的 Slim Post 设计，非常秋丢。这个项目当然给它10分。Breakland Saber 总分81分。你是不是忘记什么？价格啊，机加工的款式，整把刀一个底板220美元，第二个底板只能加购，再加85美元，首购的客户有 10% 折扣。那2个底板要怎么选呢？别想太多，2个都买。你买了一个，心里一定还会想着另外一个。2个都买的好处是，新刀片放 Level 1 底板，用久了刀片变钝了，就换成 Level 2 底板，刀片又会变好用了。这样是不是2个都要买？加购第2个底板打9折，这样大约是275美元。虽然不算太贵啊，
但对于没有用过剑刀片，不知道它好用的人来说，要掏出这个钱是有点难度。如果你想先试试看剑刀片，又不想花那么多钱，从老刀下手是不错的选择。eBay 上可以找到$10的老剑，只要1/30的价格，却有 Saber 70%左右的性能。别以为老刀就不好用哦，老刀的设计很多都是现代刮胡刀没有的。就像90年代的球鞋，天马行空，哪像现在的球鞋都嘛长一个样。剑刮胡刀很小众，但是小众并不代表难用，相反的，会选它的才是内行人。就像路上的汽车，大部分人开的都是 Toyota、Honda、Mazda， 你不一样，你开的是 Rolls-Royce、Maybach、Bentley。我们做的都是 Benz， 都是 Rolls-Royce。你做马自达，怪不得你摔车。我们做的都是马自达，都是赛车。你不做马自达，怪不得你摔车。开马自达像赛车，开马自达。思考